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因式分解 x 平方减 2y 平方减 xy 加 x 减 14y 减20。我们看一下这道题该怎么去进行因式分解呢？你看这道题又是两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之前讲过，这种两个未知数的进行因式分解，要么用组元法。什么叫组元法呢？就是我们把其中一个看成未知数，把另外一个看成常数。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双实质相乘法，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好，一般我们用这种双实质相乘法要简单一些。我们先找到两项或者三项，对它进行因式分解。你看我们这三项很明显它是可以进行因式分解的。好，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先分解，再来找方法。这个地方怎么分解呢？我们可以用实质相乘法。这里 x 平方可以拆分成 x 乘 x。好，这里的话我们要得到负 xy， 因为这是中间项。这个负 2y 平方的话，我们可以拆分成负的 2y 乘 y 交叉相乘再相加，正好得到它。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写成 x 减 2y 乘 x 加 y。好，后面的话抄下来就行了。加 x 减 14y 再减20。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已经用了一次实质相乘法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第二次用实质相乘法，把这个拆分成 x 减 2y 乘 x 加 y， 然后我们去拆分这三项中的常数项，看它能不能得到这两项。如果说能得到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进行因式分解。我们可以怎么拆分呢？这个负20我们可以拆分成负4乘正5，这个地方大家需要去讨论啊，因为它的情况有很多种。然后交叉相乘，你看我们这里相乘它是 5x 减 10y， 这里相乘它是负 4x 减 4y， 然后我们看一下合并同类项，这是 x， 这里是减去 14y， 是不是正好得到它呀？所以说我们这道题就已经分解成功了。好，我们横着写就是 x 减 2y 减4乘，这里就是 x 加 y 再加5。最后我们一定要再分析一下这两个括号还能不能在有理数范围内进行因式分解。通过分析，我们分解到这一步就已经分解成功了。像这种两个未知数的，一般我们都是采用这两种方法，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些。好，如果说你还有其他不同的方法，那么请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感谢大家。